东方新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战。东方新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觉。由郑晓龙、曹艺文执导，肖战、张婧仪、周琦、黄觉等主演的电视剧《藏海传》终于跟观众见面了。杀了平静侯，就是我活在这世上唯一的目的。复仇，靠的是信念。上午跟我学堪舆营造，下午跟高明学纵横之术。这世上最难防的是真心。《藏海传》这部剧可谓是未播先火，在播出之前，网络上就有超过900万的预约量。因为这部剧的主创班底实在太吸引人了。导演郑晓龙作为电视剧爆款制造机，从上世纪90年代的《渴望》到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再到2007年的《金婚》，2011年风靡全球的《甄嬛传》《芈月传》，还有近2年口碑极好的《功勋》《幸福到万家》。30多年来，他策划、监制、指导的每一部电视剧都是收视和口碑好剧。在《藏海传》中，导演郑晓龙更是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精益求精。还有一个烧什么东西都可以，但是话就可以一边干，就一边说。您看，我像风水先生。大肠，这个动作还是你看我是不是像那什么？给他倒上，对，你不管你自己倒不倒。明白，对不对？明白。《藏海传》主要讲述了男主人公智奴一夜之间遭遇灭门惨案，10年后化名藏海回到京城复仇的故事。肖战出演剧中男主角藏海，成为该剧最大的看点之一。《藏海传》是一部集复仇、朝堂、堪舆探险为一体的电视剧。在《藏海传》里面饰演藏海，是从小背负血海深仇，然后蛰伏10年重返京城复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藏海传》跟传统的复仇爽剧，我觉得不太一样。他是一个没有武功的人，要达到复仇道路上前进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他就需要去用尽自己所有的关系跟手段。在藏海的筹谋和布局下，仇敌被纷纷铲除，当年灭门背后更多的秘密也陆续浮出水面。整个故事以复仇为主线，在充满悬念感的氛围中步步深入，逐渐揭开隐藏多年的终极真相。什么手脚都没动，就是我命不该绝。我倒要看看谁能笑到最后。对一个人最好的报酬，就是摧毁他最大的希望。一步步精准缜密。为了杀平静侯，我蛰伏了10年。《藏海传》中，肖战所诠释的藏海角色性格立体丰满，要呈现出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除了导演郑晓龙的手把手调教，肖战自己也是下足了功夫。看见什么？你以为看见海棠花吗 ？No No No， 是藏大人还在上班。因为我可能跟肖战的对手戏是最多的，能够感受到，肖战是一个很专注、很专业、很热诚的一个演员。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部戏里面能够感受到这一点。而剧中藏海要复仇的对象正是黄觉饰演的平津侯。我在剧中饰演的是权倾朝野、狠辣凶厉的庄如影，邀请你与我一同入剧。2002年出道至今，黄觉演过不少作品，《山海情》中他是农业专家林一农。哎，这么大力，你以为掰1米啊？看看水发，学恩家怎么用的巧力啊！《繁花》里他是命运多舛的商界精英强总，一出场就自带强大的霸总气场。因为感情而背叛交情，走到哪里都是不被原谅的。悬疑剧开端里，他是公交司机王兴德。原本忠厚老实的他，因女儿的意外去世，逐渐变得心理扭曲，想要炸毁公交车。王兴德，这次还没有打成障碍，停车自首，还来得及。停车吧，叔叔，停车吧。只是觉得这个角色或者剧本好，我觉得我从来不去想这个角色是正面还是
反面，觉得有闪光点，我就会吸引我。在《藏海传》中，黄觉一出场就给人很强的压迫感，行进时大步流星，势不可挡；驻足时眼神凌厉，傲视一切。从表情、眼神到动作、语言，都彰显着一个大反派的气息。你要杀就杀我，饶了这些孩子，他们是无辜的。好一个视死如归！我不杀你，但你要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因你而死。为达目的，他会不择一切手段，他可以做出一切跨越道德边界的事儿，他想做就去做了。我觉得这就是他的特点。藏海和庄卢影之间有杀父之仇，在藏海的复仇之路上，诸多角色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比如和藏海有感情戏的香案图。没人见过八公子，现在你就是八公子，还不快！东方卫视东方新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婧仪，在《藏海传》中饰演的是香案图。香老板无怪，在下是来陪你的。一开始接近香案图的目的呢，想要利用他的关系网，他的权力。大家都是朋友，您就帮我这个忙。我发现他藏着秘密，但是他也不跟我说，但其实我也是有隐藏的。他心里藏了很多话，但现在深究下去是不会有什么结果。观众也想看到藏海如何在这一盘缜密的棋里面，用尽自己所有的力气跟手段往前走。张婧仪饰演的香案图聪明伶俐，智慧过人，且身怀绝技。和藏海一样，他身上也背负着一个沉重的故事。从目前的剧情来看，香案图和藏海相遇、相识、相互利用，两人的感情线也是后续剧情的一大看点。这灯我不点了，这座我也不做了，告辞。慢着，这朱雀头既然坐上了，不是说走就能走的。这灯点上了，更不是想灭就能灭的。实不相瞒，我没有那么多钱，这是我的全部家当，7两银子。这座我实在是做不起。还有那个曾在《小欢喜》里闹闹腾腾的方一凡，如今在《藏海传》中画风来了个大转变，带给观众不少惊喜。开始的阶段肯定是纨绔子弟，然后去从军了，在那块儿呢，其实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对庄之行来说，藏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周琦饰演的庄之行在藏海的复仇之路上起到怎样的作用？庄之行和庄卢影这对父子之间又有什么秘密？一层层的疑因迷雾将如何被拨开？敬请关注东方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点半播出的《藏海传》。现在他在我手里，我会用他杀了平津侯。我要是告诉你，你的仇人不止平津侯，还有其他人。记者段文良报道。大家好，我是肖战。明星请回答，你敢问，我敢答。我们开始吧。郑晓龙导演认为你的形象很符合藏海这个角色，你觉得藏海是白切黑还是黑切白？可能是灰切白加黑，因为我觉得藏海是一个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因为他身上背负的东西太多了，从一个很健全、很健康、很美好的一个家庭里面成长起来的小孩，然后突然遭遇了灭门惨案，使他不得不走上了复仇的这样的一条道路。藏海身负灭门之仇，有非常完整的成长线与蜕变线，这种内核转换会让角色更难塑造。这次在角色塑造上有没有一些难度？当然有，当然有。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其实藏海是在骗人，但是呢，他要让他的对手相信他说的是真话。郑导给了我一个建议，他是说实话骗人，骗过自己，然后让别人相信你说的话。这次和导演郑晓龙合作的契机是什么？很早，大概是追溯到2、3年前了，因为《藏海传》的剧本，然后所以大家就先见面，然后建立了联系。我当时看了，我就被这个复杂的人物，然后以及紧凑的剧情给吸引。有观众评价你是细节控，《藏海传》有没有让你反复打磨到崩溃的戏？有一场戏，其实是在我一开始看剧本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喜欢，大概会在第7集的时候出现，他走出了那个断龙石的那场戏，我认为是《藏海传》很重要的一场戏，也是对于藏海这个角色很重要的一场戏。在拍的时候，
到了现场，其实词已经非常的熟悉了，更多的是去做一些心理建设。我从墓室走到这个台前，我走了多远？温度是什么样子？湿度是什么样子？我人物的疲惫状态是什么样子？他这个时候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期待期待，我也很期待到时候播出来会怎么样。听说《藏海传》剧组下班后还会继续锻炼，甚至把健身器材带进剧组。对对对，我进组的话，我都会带很多的器械，因为我觉得说一个好的身体，然后才能支撑你走完这样一个高强度的拍摄。所以在藏海的时候，其实台词量很大，工作量也很大。然后难度其实也很大，再加上我们每天都是在棚里面拍，我们一来就被关小黑屋，就关在那个墓道里面，因为我们自己搭的墓道里面。当然对于演员来说，我觉得是挺好的，非常的有代入感。但是对于肖战本人来说，就会有一点不舒适感，会有一点压抑。对，然后你经常会忘记外面的时间，然后再加上可能粉尘的问题，所以自己的健康在那段时间其实也出了一些小小的问题。现在回过头看，健身锻炼越发的重要了。有没有一些好上手的健身项目可以安利给职场打工人们？工位上其实就是做一些卷腹啊什么的就可以。接下来是快问快答环节，问一个问题，你要立刻给出回应。OK。藏海是什么动物素？狐狸。最喜欢藏海的哪套皮肤？官服吧。作为肖战，想要对藏海说什么？睡个好觉。最后用一句话再给大家安利一下《藏海传》吧。《藏海传》里面不仅有复仇、朝堂，还有堪舆探险这些诸多的元素，还有藏海在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网里面不停地游走。想看一介布衣如何在蛰伏10年之后重返京城复仇的吗？一定要看《藏海传》。藏海传算不算是演到了你渴望已久那种可爱又迷人的伪反派？亦正亦邪吧，我觉得不能算是纯的反派。那是渴望已久的吗？复杂的。复杂的，对对对，复杂的，我觉得算是吧。他们说藏海就是两眼一睁就是血，两眼一闭就是复仇。没，那还得吃饭呢，对吧？从智奴到首府藏海嘛，他们说你成长的时候，你那个复仇进度条是通过你的造型来拉近的吗？没有啊，我造型我就在求学的时候有刘海，然后后面就是全是收上去的了。因为其实在定妆的时候，我们有讨论过说要不要有一个放下来的一个发型，但是我觉得藏海没心思给自己打理这些东西，他的府上然后也不会有这些贴身的织女啊或者是小厮啊来帮他去整理这些东西，所以他对自己的外表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去捯饬自己的。我就跟导演说，我说那咱就把头发全梳上去吧，别放下来。因为我觉得藏海没有功夫去管这些东西。那个校服的战色大家都说非常好看。校服就是白色，披麻戴孝的校啊，校服。说我还上学还有校服。大家都很期待你复仇成功那场戏嘛，感觉他复完仇之后不是那种就是非常痛快啊或者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他的心理？对，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比较喜欢这个剧本跟这个人物的地方，它不是简单的一味的复仇，更多的是在探讨一个复完仇之后人物心里的一个变化。这也是我想跟观众们或者是支持我的朋友们粉丝们然后去说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这个人他好像就一心只能干一件事情，比如说他的设定是要复仇，那我除了复仇什么事儿都不能干。但其实人性是复杂的，人可以很多事情同时并行，但是永远不要忘了你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好。那他是前20几年都在想复仇这个事情吗？那他复仇成功了之后，他要想什么呢？他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复仇之后，那就要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了，比如说有意义的事情。那他就是堪舆营造啊，也可以造房子嘛。那造东西可以造很多东西了。剧中有很重要的那种雪景戏嘛，2场，反正哪一场是在横店的真雪下面拍的？雪景好像都是。那天晚上其实我们拍了好多场戏呢。可不能浪费了这雪。当时下雪的时候，你的心情有没有很激动？很激动啊，所以我们那天本来是停工1天，因为下雪没有办法拍嘛。我就跟导演发信息，我说我说这么重要的天赐的美景都不拍，那太暴殄天物了。所以就赶紧就晚上拉出来，赶紧先拍几条，对，拍几场。是你提议要去抢这个雪景的哈？我觉得导演人肯定也有这个想法，只是我们都想到一起了。你好爱上班啊，学习一下你的精神。好朋友看了片说觉得你的眼神戏很好嘛，你给我剧透一下吧，说一下你的眼神戏哪几场你比较满意的？其实我给藏海设计的是，因为品金侯真的太厉害了，
有时候眼睛真的会出卖自己，所以那我就索性我跟你减少对视，我不要自己去暴露自己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缺点。到后期在逐渐取得平津侯的信任之后，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后期很多时候是跟他直接对视的，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我在你心里的地位已经非常的重，你已经非常的信任我。那你海报上面那个造型，那个眼神，大家就说特别的腹黑。海报那个其实是当时在拍找鬼喜的时候，那是剧里的抓拍，那是抓拍，所以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剧照其实我比较喜欢剧照胜过于海报啊，因为我觉得剧照所有的人物的状态都是对的，都在这个剧情里面，在人物里面。那有没有剧中有没有那种就是比较腹黑、比较狠厉的那种眼神？有啊有啊。那有没有比较深情的？深情的有啊。纯良的呢？有，都有是吧？你想要的都有哇，大家想要的都有，一定要看。那你那个眼神就让我们想到了你之前拍的那个短片。但那个其实有点表演的性质了。我说那个歌里边那个，当时在想啥呢？怎么能做出那么到位的表情？因为那个是一个状态嘛，那个是一个杂志的这样的一个对。当然，我觉得藏海这个就不是，我觉得藏海这个是有故事在里面的。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他的眼神是带着一种恨。那郑导有没有夸你哪场眼神戏特别好？郑导是有一场戏，我记得是在跟杨真周旋，就是去了杨真的一个生日宴，然后我在现场调整了一下状态，按照郑导的教导，迅速的调整了一下状态，他认为这样的状态是对的。然后他夸你那场戏演特别好，也没有说特别好啦。就是特别好，我知道你太谦虚了。你因为在剧里点亮了藏海的那个堪舆啊、关心啊，然后还是土木系高材生嘛，有没有把这些技能应用到现实生活中？现实有高科技，那就用高科技嘛。哎呀，那你看一下这个布局嘛，堪舆嘛，咱们看看怎样的布局招财呀？你给我这个布局肯定好呀，这春雨的公司能不好吗？出爆剧的公司哈，学习一下。那我有没有什么发财小秘诀？比如说我家的桌子往哪放啊，绿植往哪放啊？好了，我是真的很好奇。反正我自己的话，我就是那屏保，反正没换过。你要是信的话，你也用吧。我用，我回去就换上。那前段时间在好好享受生活嘛，能不能用口述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美好生活？美好生活其实就是好好生活，然后好好锻炼，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前段时间北京春天花开的时候，我有去公园，然后跑步，然后我也有用手机记录下春天的美景，大自然的给予。那种公园20分钟定律是吧？啊，对，我有看到过这个，因为我觉得人就是从大自然里面来，所以我们得回到大自然。那也是穿着关州去看我们演唱会了吗？想知道你的演唱会那个关州是为了沉浸感更强吗？哎，说实话是他们为了把我藏起来，结果完全没藏住。啊，藏住了呀，那不是后面不是那个姐姐然后自己说的，然后大家才发现。那你的演唱会3件套是什么？藏住自己的3件套？帽子、口罩，然后就是应援服咯。如果可以的话，想知道你是想要24小时就忘记烦恼的能力，还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入睡的能力？随时随地都能入睡吧。你有入睡困难吗？一直都有啊。但是你拍戏的话不是很累吗？就是会有一点累，但是如果特别累，反而可能会睡得好一点。第一反应，根据我给出的关键信息，然后你提到这个词的第一反应、第一感受是什么？第一个是提到拍摄藏海专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好，好多词儿啊，好多词儿往外冒。嘿，哎，怎么冷场了呢？抓一个呀，你抓一个。我以为你在想好多词好。啊，你问我什么词儿是吧？对，好多词儿。侯爷，小人还不想死。哦，是这个。我们都以为你是那种很酷，然后就是天天在那打打杀杀，结果打打杀杀。不要，我是文官。但你用那个弩啊。啊，那个小儿科防身用的。那提到庄如影，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安心的去吧。是我想那个去吗？是。那提到庄二是第2个智奴，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演到中期的时候，反复的在跟导演去探讨，到底要怎么去做这个藏海内心的这个挣扎。因为庄二其实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可以说是一手打造起来的吧。
所以他其实自己也会于心不忍。但是你对他俩的态度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你一提到那个平津侯就是咬着后槽牙说我要杀了平津侯，是吗？那没办法呀，那是杀父仇人啊。我是想说你就是咬着后槽牙说的吗？感觉你的台词非常好。肯定是，因为我们都是同期生，当下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什么样的状态。那提到藏海的服从性测试，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其实我不太理解，就是他们说藏海对其他人都是那种在发起服从性测试，因为他们不是都相信你吗？他们都觉得你不会是那样的人，就算有人跟他们告密说你是那样的人，他们也不会相信。那大家就凭实力吃饭了。那提到肖战痛陈，你的第一反应是拍照？啊，我应该也会拍照吧？就是全都是你，好被包围了。啊，对，应该。想象啊，你还无实物表演一下。对，全都是超大幅的那种。哎，那我还是赶紧走吧。突然意识到不对了。对。那提到这种类型，肖战你大概没演过，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悬疑探案，确实。我以为你会说没演过，那就试试。然后你具体到了一种类型。那我这个人比较实在嘛。太实在了，期待哈。我们这个剧真的不是一味的爽，一定要坚守你自己内心所认为对的东西，不一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他一定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战，在《藏海传》里面饰演藏海这个角色。藏海呢是一个背负仇恨、有很多复仇任务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型的角色吧。希望藏海这个角色传递给观众一个怎样的信念或者力量？我们这个剧真的不是一味的爽，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至少不是我想表达的。我觉得是我们探究的是，当你被欲望蒙蔽双眼的时候，当你被仇恨裹挟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做，怎么做才对。所有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是你一定要坚守你自己内心所认为对的东西。我觉得藏海有一点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他是不一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他一定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对，就是我不能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也是他在复仇的路上一步一步成长的一个原因。藏海有2个技能，堪舆之术和纵横之术，针对这2个技能特点分析一下。堪舆之术的话，通俗的来说，应该就是看风水。这个对于藏海来说呢，也算是他的家族传承的一项技能。纵横之术在整个剧里面是从头到尾贯穿的，这个就是高明师傅然后一直教他的一项技能。我觉得可以把它分为洞察人心、多智近妖，然后以及会捕捉人的欲望和弱点。而且他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实话骗人。他就是说纵横之术的最高的境界就是说实话来骗人。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纵横之术呢不仅仅是骗人这么简单，不是一个骗子。当然我们在剧里面是用一个很轻松没有那么说教性的一个骗字来概括了纵横之术。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纵横之术它是一种心理战，是跟你的对手去博弈。哪一个是你本人很想拥有的？其实2个技能都挺重要的，说实话啊，一个是看风水啊，看看天象啊，看看明天天气怎么样。但是可能对于现在的这一个时代来说，这个社会来说，好像有一点点小小的脱节。那纵横之术呢，对于我来说可能更加的实用吧，因为其实它就是一个心理学。那藏海善于洞察人心，你觉得你呢？其实我只能说我比较敏感，但是没有到洞察人心那么高阶位啊。我喜欢把自己在生活里面放得比较钝感一点。这部剧对你来说，你觉得自己有哪些进步？我觉得进步是对于台词的精准性吧，导演特别的抠台词，这个是全组所有演员应该都知道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确实是，就是有几次我发现我说的一些话，大家好像听着觉得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你仔细一想，你换了一个字，换了一个词，好像意思真的没有那么的准确，以及你的整个的人物状态，你这一场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你说出来的台词，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部戏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帮助。拍这部戏让你觉得最新奇的地方是什么？我觉得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类型，复仇，对，然后还有一些堪舆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在元素在里面，所以会让我觉得很新奇。